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这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要对之前一期节目做点补充。刚刚讲过，台湾的首艘国造潜舰海鲲号正式的下水了。这个对海鲲号的分析，我之前做了非常全面的解读啊，我就不在这儿重复了。但是看到中国的媒体有一个节目啊，就是深圳卫视的关于台海的节目，出现了3个评论人员批评台湾的做法，并且唱衰台湾的军事能力。这3个人都是台湾人，分别是马文君、李永平和赖岳谦。赖岳谦已经早就臭名昭著了，天天在中国的电视台捧共产党骂台湾。另外2个人也都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还有一个现任的台湾立法委员马文君。他们就说台湾的首艘的潜艇性能不好，有问题百出，着急下水，完全就是政治作秀。说台湾政府2年造3艘，4年造10艘的这个计划，并且将解放军拒止在第一岛链内的这种战略目标是痴心妄想。如果他们是评论员，我们就骂一骂就好了。可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居然是现任的台湾立法委员，是台湾人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居然现在跑到敌国去唱衰台湾。我觉得台湾有民主制度是好的，政府需要被人监督、被人质疑、被人批评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台湾的民意代表跑到中国一个敌国，准备要消灭台湾的敌国，去当他们的官方媒体的评论员，对着中国那些愚民愚众们被共产党洗脑的那群人一个劲儿的骂台湾。这跟在台湾去批评政府完全是2回事儿。你批评政府，你可以在台湾批评，你可以指着台湾政府官员的鼻子骂都没问题，但你跑到敌国去替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台湾立法委员的身份帮助他们去给自己人民洗脑，干脆留那儿别回来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看到居然这种人还能够自由的出入两岸，到一个敌对国家，天天的想着吞并台湾、消灭台湾、剥夺台湾自由民主权利的这么一个专制国家，为这样的政权去吹喇叭、抬轿子。如果明天台海就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估计他们就不用回来了，就直接加入共产党了，很可能就直接帮着中国武统台湾了。OK， 所以这些人怎么可能还能够拿到台湾人的选票？这些投票给他的人心里怎么想的？看到他现在这种表现，居然没有站出说话，这就是你们的民意代表吗？你们就选出这样的人来代表你的利益吗？哇，真的是在全世界我都找不到另外一个案例。OK， 乌克兰那些亲俄的人被乌克兰政府怎么对待的，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在全世界都是奇葩事件，只有在台湾这天天上演。所以你说我支持民进党，不好意思，我对他们的很多行为也有表达不满，所以有人批评我为民进党站台，说我是民进党的大外宣，这种说法是不公道的。什么叫大外宣？就是一个劲儿的夸自己好，一个劲儿的说别人差。但是不好意思，虽然我没有什么权利去监督台湾政府 OK，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事评论自媒体，我该讲的话还会讲。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做的远远不够，如果未来真的出现台海危机的时候，很多该做的民进党都没有做到，那么责任就在民进党。所以在不涉及内部的执政民生问题的其他的议题上边啊，国际议题上边，我唯一对民进党不满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们对敌人、对叛徒的纵容。我之前说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那么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的经济仍然没有丝毫的回暖迹象。最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外国投资者继续在不断抛售中国股票，沪港通抛售的记录在第3季度的数据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上交所和港交所的沪港通总计抛售的股票金额高达801亿人民币，超过100亿美元，是沪港通2014年成立以来的最高抛售记录。投资人在8月份就总计抛售120亿美元的股票，也创下了单月最高纪录。促使外国投资人持续抛售中国股票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宏观经济前景暗淡和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另外，抛售主要集中在金融类的股票和个人消费类的股票。不断抛售股票也跟美国加息是有关系的，毕竟美国加息之后导致美元回流。美国从今年年初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到目前为止已经创下了22年最高的纪录，总共加息11次。美联储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整个全球经济。既然资金都在不断的回流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那么这些被投资所带动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日经新闻专门指出了2家公司，一个是中国的招商银行，说对个人借贷和抵押贷款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困境和房地产危机会带来双重影响。还有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今年7、8、9 3个月的被抛售净值就高达43亿，甚至连中国卖的最好的茅台都出现了15亿人民币的净抛售值。当然现在中秋国庆长假可能茅台有一轮销售高峰，但是就算是节日到了，外界对中国消费者的评估也是非常准确的，知道大家可能也没多少钱去买东西，很多人都是那种特种兵式旅游走走看看就是舍不得花钱。所以说就算人流量巨大，但是能够真正产生出的消费额其实是很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旅游集团旗下的中缅股份在3季度也遭到了抛售。大家都知道马上迎来的节日还抛售它的股票，说明不看好它会反弹，也不看好这一家公司会借着这一次的节日就能够翻身了，或者是改变现在的颓势，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和中国经济下行，外资不看好中国对应的就是这些外资其实在中国也遭受到不断的打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的一名高管被要求禁止离开中国大陆，想必这家公司也遭到了中国官方的调查，就是调查你们这些外资企业，特别是企业咨询公司手上掌握哪些企业的数据跟机密，那这些商业机密政府想要得到，所以说从商业咨询公司开始下手，特别是这些外资，因为这些外资的客户都是中国的一些大企业，那么共产党必然要从这些大企业割韭菜，因为这些韭菜才比较茁壮。但是对于这些中国公司来讲，它的打击不是单方面的，是双重打击。在中国你要受到共产党的共产面临打压，企业家也可能随时有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你到了海外也不得安宁，因为西方国家也在不断的围堵中国的企业。最近欧盟官员表示说，从今年6月份开始就督促更多的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和中兴进行抵制，保证欧盟的 5G 电信不采用他们的设备。目前加入抵制的国家已经有11个，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罗马尼亚和瑞典。英国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要清除华为的所有网络设备。法国也宣布，如果任何的供应商在购买华为设备的话，将得不到政府的许可证。德国在前些日子也宣布了，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在2026年之前必须将华为和中兴2家公司的关键设备从 5G 核心网络中清除。不用说，只要是欧盟成员国，几乎他们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配合这个联盟共同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其实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华为设备应用的广泛程度不一样，所以说现在禁华为或者清除华为的动作有快有慢，但是这个大趋势我们看的是非常之明显了。所以中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在减弱，脱钩在不断的加剧，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会在不断的减少。那么当政治影响力不够了，经济影响力也在削弱的时候，那么其他国家就不会惯着你了。过去大家睁一只闭一只眼的一些事情，现在就拿出来讲了，比方说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对吧？包括维吾尔人问题等等等等。中国的槽点实在太多了，吐都吐不过来大家都只能每次挑着来骂，每天都不带重样的。那请问中国怎么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混下去？他当然只能去跟俄罗斯、跟叙利亚这些国家结盟了。那么一旦真的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之后，所谓的人类共同体就是专制共同体真的成立之后，那阵营与阵营之间的对决就要拉开序幕了。那个时候才是新冷战的高潮之时，而上次的新冷战导致苏联的解体，那这次的新冷战几乎可以断定，维持了70多年，造成天怒人怨的中共政权也将会跟他的苏联老大哥同样的命运。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可以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